欢迎来到巅峰对决，长山日记对阵到南通 Hero 9进，16进8，今天只有一支队伍能够留在此处。 鏖战到了第7局比赛，今天前面6局，两支队伍无论是展现了野合操作手法，还是给我们展示了运营上的博弈。这两支队伍在今年的整个联赛的过程当中 ，UUG 是夏季赛临时席位，没有打入到季后赛，而南通 9进在最近的2年联赛也都没有进入到季后赛。2年了，两支队伍都没有太多的 BO7的一个经验，包括巅峰对决的一个经验，但是站在此处没有任何的退路可言。 镜头透过选手可以看到后面独属于这一次挑战者杯的信物墙，相信两支战队的选手谁都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就把自己的对标按在上面。之前一雪说啊，信物墙上每一枚印记就像播撒下的一枚种子，但我觉得每支队伍也在这里留下了信念。每一支队伍在这个单淘的过程当中肯定是充满了遗憾的，但这些遗憾也会成为疤痕，成长为最坚硬的年轮。我觉得这个信物墙 更像是一棵大树一样，也像挑杯的意义一样，它不仅仅是一枝独秀，某一支队伍最后留在这里，他是胜者，他是冠军。但是每一个来到这个舞台的队伍，每一位选手，他就像这棵树一样，根脉相连，共御风雨。来自32个队伍，这么多个赛道。 所有的队伍，无论是现在留在舞台上，还是已经淘汰的队伍和选手，我相信他们都在关注着这一场比赛，也在关注着这届挑杯第1场巅峰对决。我们也看到了对抗路两边都是镜像的对位，曹操对曹操，打野的对位。洛城使用了大司命，而浩然的话则是源流之子坦克。 不一样的选择，两位选手都没有选择到自己的野合，而是选择到了高容错的英雄。但中路的对位还是沈梦溪，镜像对位，变数可能就会在发育路和游走上了。严总有很多种不同的解法，发育路究竟是什么？吃叉打敖影，敖影这一手预判到了，这把南通Hero 9进他预判到了。 对手是个吃叉发育路，所以他才选的敖影。那游走位的选择会是什么？盾山打盾山，全是盾槽，盾槽才是真正的核心。游走位跟中路跟对抗路完全的镜像，而打野位跟发育路选择了不同的英雄。这是吃叉首次来到了巅峰对决的阵容选取当中，怎么看待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的话，就是吃叉这个英雄上线后，就是大家对于发育路上的一个需求上，就是选了一个可以跟着团队一起冲锋的一个英雄，而且他确实吃叉这个点，他有了个闪现之后，他突破牌能力是特别强的，跟打野吃叉还不太一样。但敖影这个点也是最近开始流行起来，就是当有队伍用吃叉打发育路的时候，他们往往都会选一个敖影。那看来南通Hero 9进应该是对于 UUG 的这个阵容有做过自己提前的一些考量。 今天艾斯教练对阵到仓颉教练，一个是身经百战的教练，从选手转型到了教练，留在了这个赛场，又来到了一个新的队伍。而仓颉也是挑杯首次执教队伍，这个出道即巅峰，就进入到了巅峰对决。这场 BO7的走向来到了巅峰对决的时刻，谁能够进入到下一个赛段，进入到本届挑杯的8强？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场巅峰对决。 全军出击！蓝色方南通 Hero 9进，红色方长山 UUG。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家好，我是黄超。我们也看到了 UUG 这边是仓颉教练自己亲手亲自在摇旗，在为自己带领的选手们在加油助威。大家场上这个形势来讲的话 ，Hero 他这一手打野大司命的选择以及发育路敖影的选择，就是他们在这个巅峰对决当中对比 UUG 阵容上可能是2个比较有优势的点。因为大司命的一个刷野速率上来讲是要比袁坦快很多的，而且敖影这个点的话，它是一个打对线、打发育路吃叉以及中后期不怕被切的一个射手。然后这一波线的选择上的话，两边的中路都有不同的选择。UUG Hero 这里是选择让沈梦溪给大司命提速，而软软这里的话选择去上。
帮对抗路。下路这已经被卡的难以吃线了。 叱咤被打到了半残，2打2没打出优势来，然后沈梦溪借此机会上来还去卡一下兵，下路红隼黑柔是可以拿下。能发现这把双方的开局侧重点不一样，在照顾不同的双边、不同的边线，就明显 UUG 这里的话要更照顾阿蛋一些。因为对抗路是曹操打曹操，谁去帮谁就有优势。对，但下路2打2，黑肉下路是绝对优势。 这一波的话，浩然第2波野区要刷新。中原府对着清，嗯，大司命更强势一点，可以直接先把线清掉。然后看直播线远坦能不能蹭一下。那中线的话，远坦是蹭不到了。如果去蹭中线，自己野区速率就会掉很多。这其实就是两边打野上面的一个区别了。虽然说远坦控很多，但大司命你在 帮忙清中，再回自家野区刷野速率上，真的要是比远坦强很多的。哦，背2个，白金背到了2个人，沈梦溪再补一手2-2，炸了一手，坦然这里拿第1滴血落成，再收下阿蛋曹操人头。这波白青开团时机把握得很好，很懂，他知道你只要把人抱着，我背回来就是1背背2。这还不像就是2人并排站的话，你要去2人终点线，你才能同时背到2个人。你背起来的话，我就只要瞄准1个目标就可以了。 这波大转，对抗路一下子顺起来了，下路压力也很大。那这样的话，等于南刀约9进前期双边都出优了。没错，而且这把9吸的话，他上路很多时候都不用去，后面他可以经常挂下来加快下路的推进。因为下路对线优已经出来了，所以 UUG 这里被迫做了一波换线。他这样的话可以把盾山和沈梦溪就是直接锁到 UUG 的下路去。 这样的话，自己大司命在往中路来吃钱抢线的时候会更容易一些。经济上已经拉开了小1000。这波中轴没什么意外，应该也是南通黑后9进中野府拿到。嗯。看上路曹操，曹操的话坦然是被压线了，用远坦直接去帮。浩然是帮了阿蛋，压了一波坦然。那坦然这波是得后续支援，不过这个时候。 大司命已经是把暴君处的视野全部排干净，已经把龙拿掉了。因为刚刚 UUG 还有一个动向，就是重阳啊，他一直在做上半区野区的这个视野，所以他们没有选择去动这条龙。时间上来不及了，对，因为你远坦在那个时间点去帮自家的一个曹操的话，你再想转到暴君的时候，那个时候龙已经刷出来好一会儿了。感觉还是节奏上慢了一步，或者说他们更想的是要对抗路起波节奏。 下路有想法，想要越这个沈梦溪，已经把他逃跑路线给拦截住了。大司命也在野区就位了，看软软怎么操作，对敖影是有想法的，队友在靠，选择先清兵。叱咤也转过来支援，协防了一下，给了沈梦溪一个可以往后走的空间。大司命这一扭卡3个，满血再往后撤。 盾山背一手，再来个大招，打了一套，回拉一下3火打叱咤，这波可以先往后走一下。卡梅旺被逼了一个闪现，重阳反背一下，敖影有大招可以原地再撤回。看白青1技能再举盾反手直接打浩然状态，远坦踢了2脚，完全不虚，可以1个打2个，血反而越打越多，1打3还能打。这个大司命像个战神一样，坦然也赶了过来，完成了收割，各种连斩顺闪控制，连收2个。 这波洛城团战输出打了52%。那这样的话，南刀约9进前期的节奏已经全面打开了。现阶段这手大司命已经有一些无敌了。曹操也很肥啊，已经前期有2个人头的进账。4600的大司命已经快5000了，3800将近4000，很难打。这个阶段打不动大司命。包括射手发育路也出现了经济差，前期卡密旺这手叱咤被敖影针对的有点难受。 这波红区，六儿想进，大司命已经越一马当先，先进来，1压3，绑一波伤害。9吸再用自己的大招压波身位，压波状态。这个红 buff 完全不太敢守啊，即便你是个远坦，现在也有点站不住了。红反完，全身而退。那这样的话 ，Hero 可能要开始自己的正方形打野了。差不多。
阿蛋这里只能跟队友去做一个肆意分推来换节奏。现在就只能顺着黑肉的节奏去打防守反击了。想翻盘的话难度非常高，只能靠重阳盾山开一波好团。这一把，但只要有洛城这个大司命一直在那边屹立不倒的话，把盾山的身位卡住，他们是非常难开到黑肉的人的。阿蛋在点发起进攻，这个位置重阳。 这个背的位置不太好，而且被白青直接一技能举人给化解。他本来是想在那个位置试试能不能蹲一下脆皮，但被白青把位置给探出来了。这把两边的中单其实也有一些不一样。这把其实九系前期让了非常多的资源，所以你看现在大司命这个经济，快6000了。这把 Hero 等于盾山加沈梦溪全部都是打着游走的功能。 他一直在转下放线，挂了好几波下，为了把妖刀这条线上的优势给打出来。哎，阿蛋点了个信号，我发现他很爱点这个发起进攻。每点一波的时候就是看看有没有机会。是的，这大司命完全拦不住啊！ 现在 UG 就有点陷入到尴尬期，叱咤这里伤害不够。如果盾山这里想要先手发起进攻的号角上去背人的话，正面伤害又不足。这波顺着兵线压完中塔之后，可以直接转一个红区，这个红也是可以利用惩击拿下的。继续压，浩然也是没法抢，只能看一眼就走。哦，盾山选择留一个沈梦溪，沈梦溪22直接弹走，还想再进一手，利用一下兵线。 正面4打4的状态，UG 完全打不过。对，这波可以回中了，可以回中继续过线，再继续压。过线清一波野区。刚刚这波白青是把自己的闪给用了，8分半。看 UG 的选择了，如果到了10分钟，他们依然是选择做一个防守的姿态的话，这把可能会又进入到 Hero 的平推。10分钟的话，要么就尝试换龙，要么要搏一搏，背水一战。因为现在不依靠一波团战的话，这个经济差是拉不回来的。对，这个小暴君先拿一手，增加一些战斗力。看妖刀闪现过去，直接找沈梦溪的位置，软软已经被打退。 再来正面再打浩然，浩然被盾山背了过来，给了一个大招，浩然这里有点危险了，有点要被斩掉的意思。锋芒毕露的洛城，妖刀打了半天，自己手里还捏着一个大招，甚至打到最后这个大还没放。坦然蹲的这个位置可以试着夹一下重阳，阿蛋是探草把坦然位置找了出来。那10分钟前这个中路1塔 UG 要失手了。对，这样的话黑肉在打龙团的时候又增多了更多的胜率。看阿蛋的位置，想绕后。这一波妖刀在打红，但 UG 也没有这个视野，不敢发起这个团战。主要就是小心盾山。对。洛城过来挤视野，他现在可以一个扛3个。蓝要刷了。 直接举人交闪现往后撤了，龙也刷了。这波正面浩然吃了一波集火，但是有点落单了呀，队友这里进不及。但是阿蛋在后面已经是把妖刀给赶走了，不过正面的队友先扛不住，浩然和卡妙先倒。洛城完成了2连击破，而且还能再追，连着2个人面对这个盾槽，完全开个大招，2技能减个速，身上还有个红 buff。坦然也赶了过来，把这波兵线给清了下来，那可以把这个龙给拿掉。 这个大司命霸道，到底谁才是霸道的力量？前10分钟的画面全在洛城身上啊！这把他的出装依然是肉刀、剑盾加上一个不死鸟。这个出装就是为了打 UUG 这个阵容的。中期的时候又能扛又能打 ，UUG 想要去集火他很难瞬间造击杀。 两边曹操的出装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阿蛋是选择先做了一个冰痕，但是坦然这里先做的是个苍穹。洛城一个赶4个走，就他一技能往上头往那一滑，其实 UUG 已经进不来了。
袁坦现在在等级上已经落后了大司命2级，感觉 UG 得要搏一搏啊，得要孤注一掷啊。但奈何这边的伤害实在是有点顶不住。 看这波沈梦溪的消耗，九溪大招，先压了一波重阳的状态，炸的还行，正好上路兵线有一个口子，让妖刀有个机会可以直接扑了上高。大司命不依不饶，只要有大司命压在前面 ，UG 无论是曹操也好，袁坦也好，都挤不进来。黑肉可以退回去把这个主宰给拿掉了。对，这个主宰一拿的话，下一波有机会可以打一波。 但这一波中路线会提前到，可能要等下一波锋线。先回去收一下自家的资源，家里野区太多了。就这一波，UG 最难守的一波。暗影之境是放在了下路。 应该会重兵把守中路，下路直接放了。只要下路不硬守，保一下状态，后面守水晶还是可以守一下的。盾山交出了自己的救赎，浩然想上去压一波身位啊，但是这个大司命完全不怕，想要硬守下路守不住，是的状态被打退，盾山要被留，给了个兵先高技能往后撤，赤煞的超杀触发了，但是伤害完全不够看。 看一下这一波 UG 想要绝命一搏，但是浩然已经先行被大司命斩死，横扫千军的大司命，正面盾槽合体又被正面 Hero 的盾槽反击，2连击破的洛城有点拦不住了，下路还有条大龙兵直接压到了水晶里面，卡梅尔这里收掉了白青的盾杀，还想再守，这一波重阳是经历了关键群控，碰到了3个人。 暂时把 Hero 劝退，但 Hero 这里只剩一个盾山和沈梦溪，不想撤退，再一杯，天下无双的大司命洛城完全拦不住，台湾也完成了2连击破 UG， 被打了一波团灭，下路还有龙兵，让我们恭喜南通 Hero 9金获得了这场 BO7 巅峰对决的胜利，这是南通 Hero 9金第1次进入到挑杯，可能很难想象啊，这支队伍满身功勋，身上。